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尿酸现在也是大家比较重视的一个问题，因为一旦尿酸持续升高，就可能会导致痛风的出现，从而影响我们的健康和生活。那一般尿酸升高时，身体都会出现哪些表现呢？木子来告诉你。第一个是关节出现明显的疼痛感。当我们体内尿酸升高时，关节就会出现很明显的疼痛感，甚至还会出现红肿的现象。第二个是小便颜色改变。我们正常人的小便呢，一般都是没有颜色或者是淡黄色的。如果你发现自己的小便出现了茶水色，还有很多的泡沫，就要小心，可能是体内尿酸升高了。第三个是经常感到口渴，特别是在晚上的时候，口渴的现象会严重很多，这也是尿酸升高的表现之一。那如果想要稳定尿酸的话，我们除了要减少高嘌呤食物的摄入，也要注意多喝水、多运动。另外，木子也建议大家呢，可以常用菊苣根来泡水喝，它对于降尿酸也有一定的作用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说到这儿了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对于经常做饭的人，家里厨房肯定放了很多的食材，但是呢，你会发现有些食物放的时间长了会出现发芽的情况，尤其是土豆。如果土豆发芽了，最好呢就不要吃了，因为土豆中含有一种叫做龙葵碱的有毒物质。正常情况下，这种物质含量很低，但如果发芽变绿了，龙葵碱的含量就会增加。如果吃了发芽的土豆，很容易引起中毒，所以大家要注意。除了土豆，还有2种蔬菜发芽了也不能吃。花生，发了芽的花生很容易生成黄曲霉毒素，所以花生如果发芽了，最好都扔掉，不要吃了。红薯，红薯如果放置时间长了，也会出现发芽的情况，这样的红薯就扔掉吧。因为发芽后的红薯很可能会出现霉变，产生黄曲霉毒素，如果吃了对身体健康不利。所以不管是土豆、花生还是红薯，如果发了芽，为了自己的健康，都尽量不要吃了。红薯是既美味、营养价值又高的一种食物。红薯属于粗粮，经常吃对身体有好处。但是有的人会有疑问，吃红薯到底是升血糖还是降血糖呢？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血糖高的朋友，生活中饮食要特别的注意。红薯属于粗粮，正常来说对身体健康有益，但是红薯的升糖指数是比较高的，如果经常大量的食用，对血糖的控制是不利的。而有的人会说，有些红薯吃起来也不甜啊，因为红薯的品种不一样，虽然吃起来不甜，但是吃的时候也要控制好量，要不然还是会引起血糖波动。对于血糖高的人，可以少吃一些红薯，最好在吃的时候搭配着新鲜的蔬菜和水果，并且减少其他主食的摄入量，这样对控制血糖是有帮助的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侃侃养生。今天我们要聊的养生话题是，雌激素旺盛的女性通常会有3个明显特征，希望你都有。第一个，睡眠很好。女性体内的雌激素对维持内分泌平衡有很大的作用，如果雌激素充足，内分泌也会平衡，这样晚上睡觉也会睡得快，睡得好。但如果雌激素分泌不足，内分泌发生紊乱，那么晚上就可能会出现睡不安稳、失眠多梦的情况。所以睡眠好是雌激素充足的一种表现。第二个，皮肤好。女性如果体内雌激素旺盛，那么身体的血液循环也会比较好，这样皮肤也会显得红润有光泽，让人看起来更加年轻。第三个，月经正常。雌激素的分泌和卵巢功能也有一定关系，如果雌激素分泌旺盛，那么说明卵巢功能也不错，月经也会比较有规律和稳定。但如果出现雌激素分泌不足的情况，月经就可能会受到影响，这时就需要及时补充雌激素了，女性朋友要注意。很多人经常会出现大脑反应慢、记忆力减退，经常丢三落四的情况，对生活工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不过大家不用担心，那今天教大家2个手指动作，对提高记忆力有帮助。动作1，先伸出我们的双手，手掌心朝上，然后用双手的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、小指分别依次的敲击大拇指，这样反复的做30次，每天可以做2到3次。动作2，
这个动作呀，就是将双手握成拳，然后从大拇指开始，依次的向前伸出，再依次的往回收，这样一伸一收为一次，反复做30次，也是每天做2到3次。因为我们手上呢有很多条神经连着大脑，这样刺激手指可以锻炼脑神经，对增强大脑功能有帮助。每天坚持练一练，可以让大脑更灵活，提高记忆力。建议大家没事的时候就多练习吧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内容，我是木子。便秘是生活中常见的，导致便秘的原因也有很多，比如缺乏运动、饮食不当、消化功能不好等。便秘会给健康带来很大隐患，所以我们应该注意调理。下面给大家推荐一个小方法，在我们大腿上有一个通便区，这个通便区就是大腿外侧的胆经，也就是裤线循行的地方。如果有便秘的情况出现，大家可以将手握成拳，从大腿外侧根部开始，从上往下慢慢敲打，一直敲到膝盖处，然后再原路返回。每天敲打2到3次，每次100下。敲打时力度不用太大，感觉大腿外侧微微发热、发麻就行。敲打胆经可以帮助我们畅通气血，刺激肠胃蠕动，对排出宿便、预防便秘有很大帮助。大家敲打完之后，还可以按揉一下腹部，也能够帮助消化，促进肠胃蠕动。对于经常便秘的人，平时还要多吃蔬菜和水果，因为蔬菜和水果中不仅含有大量的水分，还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和维生素，可以帮助润肠通便。虽然胆固醇是我们人体所必需的营养物质，但如果胆固醇偏高，很容易引起血脂升高，对身体健康不利。而导致胆固醇高的原因之一，可能就是食物。最好将下面3种食物列入黑名单，这样有助血脂稳定。动物的脂肪，动物的脂肪中含有很多饱和脂肪酸。饱和脂肪酸会促使胆固醇的合成。平时我们吃的牛油、猪油、鸡油等都含有很多的饱和脂肪酸，所以胆固醇高的人一定要少吃。动物的内脏，动物的内脏也含有很高的胆固醇，比如肝、肚、脑等，所以胆固醇偏高的朋友，这种食物也尽量不要吃。腌制的鸭蛋，腌制的鸭蛋中含有大量的盐分，其中也含有很高的胆固醇，如果吃多了，容易吸收人体的水分，影响身体的新陈代谢，也容易导致体内胆固醇升高，对身体健康不利，所以也要尽量少吃。生活中相信很多人都忽略了肚脐，其实肚脐是健康的晴雨表，我们可以通过按压肚脐来判断五脏的健康与否。下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。如果按压肚脐的左边出现压痛感，那么可能是肝脏出现了问题；若按压右边有压痛感，说明肺部出现了问题；若是按压上边有压痛感，就可能是经常上火、心情郁闷导致的；若按压下边有疼痛感，那么就可能和肾虚有关。那如果是脾脏出现问题，按压肚脐中心的时候也会出现明显的压痛感，所以大家可以自测一下，按压一下自己的肚脐周围，来看看自己身体是不是健康。下面呢教大家2招，可以帮助调理五脏，延年益寿。将2手掌放在肚脐旁边的2肋处，然后从上到下的推向小腹。因为2肋是肝气容易郁结的地方，所以这样按摩可以帮助疏肝理气，养护肝脏，预防上火症状发生。双手重叠放在肚脐上，然后以肚脐为中心做顺时针的按揉。经常这样按揉肚脐，能够刺激到神经，帮助身体排毒，对身体健康有很大帮助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，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